代总统，可以连续3个代。韩国的政情不稳定，朴槿惠被弹劾下台之后换文在寅，文在寅上来之后又换尹锡悦，尹锡悦又被弹劾下台，由韩德洙，但是他也被弹了，又由崔香木再带一个总统。后来韩德洙复位了，但崔香木也被弹掉了，所以又出现了一个教育部长官李周浩作为代总统，最后李在明上位成为新的韩国总统。有生的学霸对上一个家境良好的学渣，李在明史上最高票韩国总统，出身贫困，一度辍学，结果他靠着白天工作晚上自修取得高中的同等学历。更厉害的是，他考律师特考一次就考上了。体制相对，李锡悦考特考考了33次才拿到了律师资格。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韩国刚刚结束大选，李在明这一次以 49.42% 的得票率，1729万票，史上最高票得到总统的位置。韩国原本的总统尹锡悦搞了戒严政变，被全民反对，最终导致政变的流产，而且主要是军队他也指挥不动。尹锡悦他是属于保守派，也是第2个被弹劾下台的总统，3个被弹劾下台的总统是朴槿惠。光从总统更换的频率还有强度来说，韩国的政情其实不稳定。朴槿惠被弹劾下台之后换文在寅，文在寅上来之后又换尹锡悦，尹锡悦又被弹劾下台又再换哦。最扯的是在6月4号李在明正式就任总统之前，有3个代理总统。当时尹锡悦因为调查中，所以他一度暂时不能行使总统职权，所以理论上尹锡悦下来要先由韩德洙，但是因为当时大法官任命的问题，他也被弹了，所以他一度也缺位，之后又由崔香木再带一个总统。后来韩德洙复位了，但崔香木也被弹掉了，所以又出现了一个教育部长官李周浩作为代总统，这实在是让人觉得非常的神奇。代总统可以连续3个代。另外这里面还有一个很有趣的过程啊，原本第一时间尹锡悦垮台之后，国民力量党要来迎战当时如日中天的李在明，确实很吃力，他们就推举出了金文书作为国民力量党的候选。结果没想到韩德洙原本的代总统也想参选，所以他就辞掉了代总统位置，加入了国民力量党来担任候选人。所以一度金文洙被请下去，韩德洙直接上来，但是金文洙透过司法的程序说你这样子不符合程序，最后在经过一番努力之后，金文洙恢复变成总统候选人，而韩德洙又下去了。尹锡悦被弹掉之后，其实就马上进入了大选的时间，那大选的时间就到了6月3号，也就是说到了6月4号的凌晨出炉。一出炉，李在明马上上位成为新的韩国总统。因为在他上位之前，韩国的总统属于缺位状态，总得票率相当恐怖，来到了79.4%，这是韩国24年来最高。另外，李在明所属的进步派在年轻女性方面具有压倒性的优势，竟然拿到了 58.1%， 相对来说金文洙只有 25.3%。另外有趣的地方，男性在29岁以下的李在明只有 24%， 远远低于金文洙的 36.9%。到了30到39岁，李在明依然获得 57.3% 的女性得票，他的30到39岁的男性得票就上升到 37.9%。可是有趣的现象是40到69岁这个区间，他的男女性得票比例就接近很多了，因为超过40岁以上的大多数对韩国当代民主史上最残忍的光州事件有比较强的历史记忆，所以对于尹锡悦来发动戒严这件事情是非常反感的，就形成40岁以上之后几乎是一面倒状态。所以你也可以看到韩国社会分裂的现象是非常强烈的。李在明这次他也打破了前南韩总统入选的 48.9% 的得票率，成为史上最高的民主党阵营的总统。李在明所代表的党叫共同民主党，他的对手金文洙的国民力量党就是尹锡悦的政党，也就是原本的韩国执政党，他们称之为保守派。李在明民主党其实正式的讲它叫做进步派。那还有一个吕俊熙的改革新党，听起来是进步派，但事实上它也是保守派，所以这次保守派是分裂的。进步派的源头最早可以追溯到反抗日本殖民，不过比较具体的是什么？战打完之后，韩就进入一个长达18年的军事独裁政权，朴正熙将军，这是朴槿惠的爸爸。在对抗独裁政权当中，律师对抗独裁者，慢慢团结成了进步派。保守派是根由主要来自于日本殖民时期的韩国的军官。韩国跟
台湾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韩国虽然也是日本的殖民地，但是当时日本推行的叫日韩合并政策，跟台湾的那种纯的殖民地是不一样的，所以相当多的韩国军官二战之前是效力在日军里面的。后来二战结束了没多久，就开始要打韩战，美国为了稳住南韩政权，就大量的复原以前曾经在日本殖民时期军官的这些人，他们有较强的亲日亲美的属性。另外，韩国的财阀相对来说比较接近保守派，因为当时韩国在朴正熙将军的时期要发展经济，他就大肆的栽培几个大财阀，形成所谓的利益共同体。但韩国财阀主要是实业财阀，这些财阀的资金链就相对仰赖公股银行去支持他。但是韩国一度破产过，当时 IMF 出手救，所以韩国的财阀跟美国的资本也走得很近，这也是韩国财阀跟日本财阀不一样的地方。财阀到现在已经渗入到韩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了，所以即便进步派赢得选举，也必须一定程度的跟财阀进行妥协。你会发现进步派上来的时候，比如说文在寅，他上来之后他就办了3星的少主，但是没有办法完全处理，因为财阀在韩国实在是大到不能倒，所以这个是比较不一样。那另外韩国它的政治环境不稳定，因为发生过军事政变，还有韩国文化背景里面四大主义，谁是大我就奉谁，所以为什么韩国有这么多的保守派韩奸？那这种四大主义深刻的渗透着韩国的基因，所以韩国人他们就比较务实一点，这就是韩国立身保命的一种方式。这种务实的观念具体体现在派系里面，就出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第一个，派系里面的分立状况非常严重，因为大家都很务实，初一十五可能不一样，所以人跟人之间的信赖、网络、人际关系、连结关系就会非常的重要。这样的背景就形成了他们的政党是不断的分裂结合，你很难搞得清楚韩国到底有多少政党。不过现在韩国进步派目前是最团结的时候，保守派反而相对的是分裂的。李在明为什么对于年轻女性这么有吸引力？第一个，李在明他的故事真的非常的励志，从小出身非常的贫困，他们家有7个小孩，他当时想要去打童工，结果因为年龄太小不能打，他伪造自己的年龄到12岁，去首尔南边的城南工业区去上班的时候，有一次被机器给夹伤，导致他的左手腕终身残疾。另外他在工作的时候一度辍学，结果他竟然靠着白天工作晚上自修的这个状况，取得了高中的同等学历，并且考入了韩国中央大学的法律系。更厉害的是，他考律师特考一次就考上了，体制相对是以学月考特考考了33次才拿到了律师资格，这就相当于是一个野生的学霸对上一个家境良好的学渣。职业之后受到了当时进步派的宗师卢武铉的影响，就投身到了人权律师跟劳工律师的部分。那这里就要来讲一下韩国特有的一个国情了。韩国因为财阀横行，所以韩国的劳权极其低下，基本是被当作一种社畜，所以韩国有大量的劳资纠纷，但是通常劳工求诉无门，会被财阀给告死。所以韩国的一些有识之士，尤其像卢武铉、文在寅这些人，就受到了进步派律师思维的影响，他们都是相对出身贫寒，靠着自己读书努力当上律师，所以他们就相对愿意拿着比较低甚至是带义务的状况来帮这些劳工打官司。而这些人就形成所谓的人权律师跟劳工律师，专门就跟财阀相对不对付。他们当时在做律师的时候，其实处处受到了财阀的打压，过得非常的辛苦。不过李在明他就从中领悟到一个道理，如果要改变这个社会，他必须投身政治，所以在政治上就非常的早熟，并且从这些公民运动 NGO 在人权律师等等当中就慢慢就发展起来。后来一度就当选了城南市长，长期以一个个人极为鲜明的形象著称，他的政策的完善率非常的高，有人去统计过，他提出了200-300项的政策，几乎全部都有完成，所以他的民间支持度一直都很高。但是他当到国会议员是比较后面的事情。另外他为什么会火出圈？因为他当时参加了一场韩综，展现他跟他太太之间的感情，结果一炮而红。另外李在明常年干大财阀，他非常敢言，而且相当激进为主，他的策略非常的反财阀、反日，甚至非常反美，很亲劳工，相当的务实。当年光州事件的时候，他身边的同伴都跑去
去抗议。人家问他说你怎么不去？他说应该是给那些中产以上的这些份去抗议才对。他是一个务实的政治工作者，突然之间觉得很熟悉的感觉。李在明也曾经被逮捕，那李在明就逐步的就成长成为呢在进步派里面相当重要的一个政治人物。那时间很快，2022年文在寅要卸任，李在明就上来跟尹锡悦来参选，最后结果尹锡悦以0点几的优势险胜李在明。但李在明并没有气馁，他继续来准备。另外，李在明有几个传奇的标签，一个是他当时曾经为了政治的攻防，也算是为了公民议题进行过绝食抗议，绝食到真的去送医。另外，在选书之后，他脖子上曾经被捅过一刀，结果极为幸运，那刀没有捅在任何重要的血管、神经、骨头等等的上面。所以在大陆的互联网上有2个绰号，一个叫做耐饿王，一个叫做耐刺王。另外，李在明他是一个大网红，李在明的 YouTube 146万订阅。李学搞政变那一天，他收到消息之后，就一边坐着他的坐车，一边直播。当时特种部队已经包围国会，他就跑到了国会的一个墙角地方，一边直播，一只手蹬一下60岁的大叔，咻一下就进去了。所以他有一个绰号叫跑酷王。韩国是这样，进步派跟保守派过去物理意义上杀到刀刀见骨。李在明刚刚上台一天，彻底清算尹锡悦，进步派执政党共同民主党马上通过了3大毒检法，清查尹锡悦在12月3号的戒严事件当中的内乱军事叛乱行为。所以韩国跟台湾还是有一些本质性的差异。李在明主要有几个政策，第一个，他对于劳工是非常亲近的，对于财阀虽然现在采取一个相对和缓的态度，但是横撑多久是一回事。再来，李在明是个玩民粹的高手，他是在韩国把网红这件事做得最好的一个人之一，所以他有大量的李在明铁粉。那这个就让他可以相对其他政治人物来说更加的激进，或者更加的直接。所以李在明在韩国有一个特色他是容不下一粒沙的是个极端的狠人你就想他会把自己绝食绝到送进医院，差点要命的那一种。另外，他被人家捅一刀没事继续干，遇到事情直接开直播跑酷冲进国会，没在屌你什么特殊部队一空书什么的。所以这个是他的特色。全世界上未来会选出越来越多的新民粹领袖，他可能是左派，可能是右派，但不管怎么样，这个是一个全球性的潮流。另外，李在明非常务实，代表什么？韩国现在第一大贸易伙伴就是中国，所以他的务实就代表他要转向。所以自由时报就很焦虑，说李在明上任韩外交转向吗？好，说来的时候先看2个指标啦。中国的威权，放弃黄海，根本就乱讲一通。李在明就是会转向中国。